大家好，我是小齐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说一下欧石楠。小齐去年的时候栽了好几棵的欧石楠，栽到地上了。但是呢，由于灭草剂把它全部打死了，因为它就属于草本植物，所以说用灭草剂打一遍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有成活的可能性了，所以全部死掉了。然后呢，我又进了这一棵。去年的时候进的都是那种细弱的枝条，而且一根一根的并不是很多。现在的你看一下，它所有的枝条非常的密集，而且上边满是花苞，开出来非常的漂亮。欧石楠首先一点，它的耐旱性非常的好，所以小齐把它退栽到外面了。结果呢，把灭草剂全部打死了，就是因为这一点啊，它能够耐零下20多度的低温。在家中养它，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要把它放到太阳底下去，它喜欢强光。如果说你把它放到树底下去，它枝条长得非常的长，到时候根本就开不出花来。所以说要见充足的光照。如果盆栽的话，尽量不要用太大的盆，用透气性好一点的土壤。一般土壤的话，在里边加点颗粒进去，或者是用原土加煤渣，再去加点腐叶土，这样去调配是最好的。这样养分充足，透气性好，它就不容易出问题，长势会非常的快速。再来说一下欧石楠的开花。欧石楠开花是当年生的老枝上长花苞，如果说长出新枝来了，它是不开花的，只有在第一年长了1年的老枝条上，它就会长出满满的一串一串的花苞来，像一个一个小灯笼一样，非常的漂亮。这是它开花的特性。所以说我们在家中养它的话，只需要做好这几点，无论寒冷与否，它都能够长得非常的好。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，欧石楠修剪的最佳季节是在春季开完花以后。开完花以后给它强修剪，它就会快速长新枝，新枝长上1年，彻底的老化，就会开花。所以说其他季节能不修剪则不修剪，修剪就会导致它不开花。等到秋季的时候，我们去开始给它补充肥料。肥料的话，直接给它使用磷钾肥料，比如磷酸二氢钾。磷酸二氢钾它的磷元素含量高，到时候让它的枝条快速变老化。一个秋天的时间，枝条老化，并且花芽彻底分化出来了。7到10天补充1次，养分充足。等到冬季的时候，耐寒性能加强。如果放到室内的话，接着就能够满充花苞。到时候您直接推出花来，能够观赏1、2个月的时间，花期也是相当长的。这就是它开花时候的肥料。平常生长用什么肥料呢？很简单，如果说让它长侧芽的话，我们直接给它用花多多10号。如果说想让它均衡的生长，比如我们可以用点营养液，用点那个花多多1号，或者是多元素复合肥料。但是无论任何肥料都要秉着薄肥其实的原则，这样我们养的欧石楠就能够越长越大，整个灌木长大了，上边全是花，才是最漂亮的。今天呢又买了一颗，所以给大家说一下，后期呢尽量的去把它放到盆里去养，看看你养上1年到底能不能养大。如果你想后期的视频，不要来关注小齐。